哇，好久没拍过颜色这么适合我的新车了，猛男芭比粉，宇众06。在介绍这款新车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众安徽这家公司。这是大众中国在2022年5月才新成立的一个全资子公司。之前呢，大众在中国就是一汽大众、上汽大众，现在又多了这样的一个大众安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金标大众。因为它的车标还有车里车外的很多细节都会用到金色，尊贵。大众安徽在2024年的7月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款车型，名字叫做 ID 宇众。而今天我们身边这台宇众06，其实就是 ID 宇众的2025年款车型。那当然，除了车型本身进行了一些升级之外呢，车型的命名也重新梳理了一下。既然有宇众06了，顾名思义，后边肯定也会推出宇众07、宇众08等等一系列的新车啊。虽然大众安徽目前暂时只有这一款量产车型啊，但其实很快，在2026年上半年之前，他们就会接连再推出3款新车。据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应该是会有1款 SUV， 还有2款轿车的车型。而且从这台宇众06，还有上海车展看到的那个 ID EVO 概念车上，都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家族化的设计元素，所以整个品牌有很鲜明的个性。说到个性，其实这粉色就相当有个性，是吧？其实就是早上我看这车说，哎，这车颜色真可爱，没想到他们就安排给我了，觉得还很适合我。当然了，这个不算是原厂色，官方呢提供了6种原厂的颜色，但同时还提供了多达10几种的原厂改色膜，这粉色就是其中之一。细节方面呢，黑色的外后视镜罩，黑色的半封闭式低风阻的车轮，黑色的 A 柱、B 柱让整个侧窗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整体。车顶线条到车尾这里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溜背的趋势，而且呢，整个尾部看起来肌肉感十足，这应该也是大众安徽 SUV 车型的一个整体的设计风格。来看看后备箱的空间表现。电动尾门，其实整个后备箱里面呢，纵深、高度，包括横向的尺寸表现都不错，但是这个门槛离地稍微有点高，它是在里面做了一个额外的下凹，应该还是考虑到了整体的一个车尾造型的原因吧。在后备箱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锚点、有挂钩，左侧还有一个12伏的车载电源接口。另外呢，在这层盖板下面还有一块尺寸虽然不大，但是也能放下一些小杂物的储物格。后座的中间专门设计了一块开口，而且这个开口呢，从前面从后面都可以打开，这样坐在后排的乘客就可以直接取放后备箱里面的东西，非常的方便。后座靠背也支持4/6分放倒，不过座椅放倒之后跟后备箱地板之间会有一个高度差。车里面非常标志性的大众这一代的内饰设计风格啊，很多好玩的小细节，比如说这个悬浮的小液晶仪表，比如说这个要拧来拧去的换挡机构，还有方向盘上这些触控按键，相信用过大众车的用户都非常的熟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小细节和一个我不太喜欢的小细节都在主驾这边的车门扶手上了。我喜欢的是它依然保留了外后视镜调节的物理按键和旋钮，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尤其是在倒车的时候，很快就可以调整你的外后视镜。我不太喜欢的呢，就是这个从这儿看只有前排2个车窗的开关，当你的驾驶员想要去控制后排车窗的时候，就得先摁一下这个 rear， 把它点亮，然后这2个开关就变成了控制后排的。这个操作真的有点奇怪，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空间不够，不太明白。当然，宇众06作为新的2025年款啊，在车里面的软硬件配置也都有一些升级。硬件方面呢，首先这个座椅的坐垫感觉会更柔软了一点，然后呢就是音响从单音喇叭升级成了双音喇叭。通俗一点说啊，一方面音质表现更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它的重低音表现会更加的出色一些。再有手机无线充电，现在已经升级到了40瓦的功率。还有呢，这个地方新加了3个这样的小香氛。好香啊！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手机放置板的小设计，它其实可以掀开2个 Type-C 的 USB 接口，就藏在下面。如果你的手机需要有线充电的时候，就可以把线接出来，然后把手机放在上面，是不是很合理？再看软件方面，车机系统已经升级到了 IDS 5.4的版本。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变化，看到没有？游戏中心直接接入了 SNK 的合金弹头3和拳皇97，我的天哪！也就是他们今儿没给我配手柄，不然我把不知火舞给你搓烂了。车机系统的 AI 功能也得到了一些升级，比如说这个 AI 小助理，它的形象也可以进行一些变更。我可以给它换个小衣服。如果你是车主的话，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照片直接生成一个 AI 形象，自己给自己捏个脸儿。虽然这款车的车长只有4663毫米，轴距也只有2766毫米，看起来车身尺寸不大，但实际坐进后排，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你看腿部的空间已经可以达到2拳，头顶空间也有3指，而且地板中间几乎是平的。
后座有中央头枕，这儿设计了中央扶手。前面呢有单独的后排空调出风口，这设计了一个储物格，下面还有2个 Type-C 的 USB 接口。宇众06这车只要一开起来，很容易就能体会到那种明显的大众车的调教风格。之前我听过不少人把这个叫做德味儿啊，虽然我觉得这个词儿有点奇怪，但现在这台车里确实混杂着香氛的味道，还有就是德味儿。这款车有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2种不同的动力形式。像我们今天这台顶配的 Max 版本试驾车，官方给到的0-100加速成绩5.6秒。虽然现在市面上不少纯电车轻轻松松什么0-100破4、0-100破3，非常夸张啊，但其实像这个车作为日常家用，不管是在城市里还是在高速上，动力真的已经够用了。而且这台车的动力调教也比较讨巧啊，它在加速踏板踩下去的初段就能给到比较灵的这种动力，会让人感觉在城市里面提速超车都非常的灵活。一点点的美中不足是它的刹车踏板初段调教的稍微有点软，会觉得刹车力度没有那么足。其实呢，整个刹车距离是完全可以让人放心的，只不过是这个刹车踏板的脚感确实需要花一点时间稍微适应一下。整个底盘的调教就像刚才说的有那么一点德味儿，是一种偏运动的调教风格。在转弯的时候呢，不会有那种多余的侧倾和摇摆不定的感觉，而且对于一般的路面的滤震效果也还可以。最重要的是，这台车开起来手感很灵巧，方向盘足够跟手，而且整台车的转弯半径只有4.7米，真的是一台还挺好开的车。这次2025款宇众06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更新就是增加了一个入门的小电池版本的Pura 车款，搭载了53.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426公里。虽然不像 Pro 和 Ultra 版本有614公里的长续航，但其实在城市里面通勤，或者像在江浙沪地区那种城市间的出行，其实都没啥问题。最主要还是拉低了整个车系的入门价格。有了这样的新车款之后呢，现在全系限时一口价14.99000到20.99000，15到20万元的价格区间，买这样一台德系的，还能选择芭比粉的纯电 SUV， 你们觉得怎么样？来节目下方评论区聊两句呗。